你不会觉得说一个便宜的东西它的质量很差吗？而且类似充电宝啊，或者是一些3C 的产品，我觉得说它们的质量就更加重要了。要不然你用到一半，突然间嘣爆炸了怎么办？现在的手机都不会卡了，基本功能都非常的齐全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要用那么高的价钱来买最高配置的手机，或者是一定要买旗舰版的手机？我真的是不明白啊。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哥，今天我们就来谈谈，到底是多次购买便宜的物品好，还是买贵和高品质的物品会更加好呢？让我们开始吧。云哥，你还记得我那个黑色的充电宝吗？前天它坏了，这次我又换了一台新的，才80块钱，超级便宜啊！哈，坏了？你上次不是才告诉我你才用了半年吗？对呀，就是那台充电宝，但是没关系，因为那么便宜，坏了也没差，可以直接买新的。但是对你来说就不同了，因为我看到你用的那台充电宝是大品牌的，一次就要花400多块钱啊，你的钱包不疼吗？不会啊，你要不要算算看自己已经换了多少台充电宝啊？如果我用一台400多的充电宝是可以用5年，而你1年必须要换2台，5年下来你花的钱甚至比我还多啊！而且我觉得又麻烦又浪费时间，有时还会影响到我的情绪啊！哎呀，云哥，够用就好了，坏了再买新的嘛，反正那么便宜，而且你看现在的科技技术进步得如此的快，如果我一直换的话，我就能用到最新的科技产品啊。可是你真的是不嫌麻烦吗？东西一直坏你就一直换一直买，多么费心啊！我们工作已经够累了，回到家里还要搜查哪一个产品更加便宜更加好用，这真的是浪费很多时间嘞。我一滑淘宝1个小时就过去了，如果像我这样直接买贵的有品质的物品，这一来我就不需要烦刚才我讲的东西了，省心又省事，不是吗？云哥，你也不可以这样子讲，这是因为有些东西是真的不需要用那么久的，比如说你的手机壳、充电线、衣服等等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都可以一直在换，而且淘宝啊、虾皮啊都那么方便了，随便搜一搜就有了，哪里会浪费时间哦？啊？不浪费时间吗？我每次都花一大笔的时间来回不同的平台去搜查和对比价钱，可能我没有你厉害搜查吧。但是啊，你不会觉得说一个便宜的东西它的质量很差吗？而且类似充电宝啊，或者是一些3C 的产品，我觉得说它们的质量就更加重要了。要不然你用到一半，突然间嘣爆炸了怎么办？哈哈，其实呢，有时我真的是还蛮害怕的，害怕它突然间爆炸。就好比如说我前几天买了小型电水壶，我第一次使用它来烧水的时候，我是闪得远远的。但是有一说一啊，我觉得说如今的市场的竞争真的是很激烈，这导致的便宜货的质量其实也不一定会很差，尤其是一些日常用品、消耗品，用了用，如果说你不喜欢的话，你就可以直接换掉，你还可以即时的根据你的生活习惯或者是使用习惯来更换这些产品。这比起你花大钱一次性的投入买一个贵的产品来得灵活多了，而且你还会非常的快乐，因为你可以花小钱体验到多种的风格，比如说今天是复古风，明天是极简风，后天是时尚潮流风，多么爽啊！哇，好像还蛮爽一下的哦，一直有新玩具玩。但是话虽如此啊，有时我也是会这样子告诉我自己的。但是呢，每次我购物的时候，选来选去，到了最后，我还是会选择一些大牌子，因为它让我用起来的时候特别的安心。如果说有问题出错的时候，绝对不是物品的问题，肯定是我自己技术的问题啦。而且大品牌的物品用起来的时候也会更加的稳定和舒服，不需要一直打电话给客服，或者是要求退货等等烦人的事情啊。其实也对啦，当你有了好的道具，但还是发挥不了的时候，你就不能够怪道具了，肯定是你自己技术的问题了。那么云哥，你是每样东西都会买贵的吗？还是有什么东西你是会选择去买便宜的呢？哇，你这个问题是在挖坑给我跳吗？因为我觉得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如果等下我收到一些和他三观不同的建议，我怕他会喷我啊。哎呀，管他们的，你说就对了。OK， 我就列出几个东西吧。我个人的看法是，那些拿来泡茶、泡咖啡的器材，其实不需要太贵的，买普通便宜的就可以了，只要能冲出咖啡和茶就可以了，味道不会差很多啊。还有就是每天穿的衣服，我觉得也是可以买便宜的，根本不需要去买什么大 logo、大品牌的衣服。更加惨的就是那些潮流的衣服，质感没有特别好，而且还特别的贵。过了一阵子，这个潮流就过时了，所以说真的是不需要花大价钱来买这些衣服啊。再来就是电脑，我觉得电脑是可以买贵的，但是那些辅助的东西，比如说键盘啊、荧幕、滑鼠，我觉得说这些东西用普通的就可以了。你觉得呢？我啊，哈哈，我什么东西都可以买便宜的，我都接受得到。就算是你说的电脑，我自己本身是没有玩游戏，所以我也只是买一个便宜的手提电脑而已。让我最不明白的就是手机了，我不明白说现在的手机都不会卡了，基本功能都非常的齐全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要用那么高的价钱来买最高配置的手机，或者是一定要买旗舰版的手机？我真的是不明白啊。哈哈，一定会有很多用贵手机的人来喷你啦。
OK， 那么我很好奇了，你什么东西都想买便宜的，那么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你觉得说值得让你去用高价钱来购买的？我觉得说那些会影响到我身体健康的事物，我都会比较愿意买贵的。好，比如说球鞋啊、通勤鞋啊，因为一双好的球鞋远比一支好的球拍更加重要，因为好的球鞋是可以大大的降低你受伤的风险啊，而通勤鞋呢，也可以很好的保护我们的膝盖，可以让我们走得更加长远一些。再来就是我个人觉得说更加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每天睡觉的床和枕头。这个床和枕头呢，长期下来，它真的是能很好的保护你的脊椎骨和你整个人的体态，甚至是睡眠质量也会好很多很多啊。你觉得呢？哇，这个有道理，特别是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这些物品的质量真的是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很重要啊。至于我呢，我觉得说那些你感兴趣的，我是指你非常非常感兴趣，或者是关系到自己职业的物品，我们都可以选择买贵的，因为这些物品我们才能充分的使用到它和发挥它最大的价值。好，比如说工程师、剪辑师，他们都需要买比较好的、比较贵的电脑，然后就是符合人体工学的椅子，我觉得说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因为我感觉他们会一整天都坐在电脑前面的。那么至于摄影师呢，一台好的相机对他们来说也是很重要，而那些业余的喜欢拍照的人和一些偶尔出国旅行的人，我真的是不明白说为什么他们要买那么贵的相机啊，花那么多钱来买一个自己不那么常用到的相机来干嘛？哈哈，你别说了，再说下去就要被别人喷了。OK， 所以呢，兄弟姐妹们，总结来说呢，就是那些会影响到你健康安全的事物和你非常感兴趣的事物，你都可以买贵的，剩下的东西呢，你就自己看着办吧。因为在我们的生活中，每个人对价值的定义都不同，有些人重视体验，而有些人呢会更加重视耐用、效率、风格等等的东西，这些都没有对错，重要的是你明白你自己的需求，然后根据你的需求做出符合你生活方式的选择。买便宜没有错，买贵也没有错，错的就是你不知道你自己为了什么而买。好的，那么正在观看这期视频的你又觉得说什么东西该买贵的和什么东西该买便宜的呢？不妨留下一个留言，互相交流一下呢。或者是你有什么好东西、便宜又大块的东西介绍，你都可以留言分享一下。在你离开之前呢，我希望说你可以帮我这期视频点个赞，然后订阅我的频道，这真的是帮助到我很多啊，特别是订阅我的频道，先谢谢大家啦。那么这期我就分享到这，我们下期再见，拜。